Hello， 兄弟们，应小老板要求给他验机一台华硕非常量产比较多的型号，它就是校园杀手天选5 Pro。那这款机器我还是有发言权的，从他祖爷爷那一辈天选1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款产品，一直到天选5代，那咱们就开始教给兄弟们怎么验机这样一台天选5 Pro 的机器。那对于电脑，我们也调研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兄弟们购买电脑就怕购买到摸摸机、二手机。那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二手机摸摸机呢？我们总结了一些，无非就是几个点。第一，就是大家购买到手发现电脑散热有问题，或者品控有问题，或者不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或者是因为一些不专业的客服一顿忽悠，购买到不匹配的机型，到手发现和自己用的软件一点都不匹配。那对于这种问题，我们也经过了粉丝群很多兄弟们的反馈，得出的结果那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保证兄弟们拿到手的电脑都是全新原封未开封的。我们也帮忙查询电池记录、固态时间、烤机测试，给大家录制视频。那对于一些散热有问题、品控有问题的电脑，直接换，我们来兜底。遇到问题呢，不可以扯皮，废话少说，有问题直接换。当然，电子产品并不存在完美的东西，我们尽量让它更完善一些，避免一些翻车事件。针对呢不同的用户制定不同的方案和搭配，提供需求。首先拿到手第一件事当然是验货验机了。那怎么操作呢？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可以收藏关注一下。我们开始发车了。拿到手，咱们先看一下外包装有没有问题。那天选机呢，这个确实很滑啊，这个箱子外观方面没有问题，箱子上面也有 SN 序列号。华硕的机型显卡是没有标注的，但是 CPU 的型号还有写的是 i9 的杠13980H。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封条部分了。当然，这样的封条大家觉得是不是全新原封未开封的呢？我可以告诉你，还真不一定。给大家看个图，大家就明白了。那这些东西淘宝上都有卖的，虽然这话呢确实得罪一些同行，我只能说我想把这个市场空缺给弥补掉。既然厂家以及商家都不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让我来做。中间呢虽然是黑色的，左下角也是三角是黑色的，那这种是最明显的，是最新款的，跟之前的封条不一样。虽然证明不了它是不是全新的，不过呢咱们可以进行开封，进行验机。那天选机的箱子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比一般的箱子都要厚实。那打开箱子，里面是一个无纺布。先拿出电脑本体，咱们先放一边，看一下箱子里面都有什么。有条件的最好是录像进行签收，毕竟这么贵的电脑还是有必要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个东西，保修卡，一个说明书，一个保修卡，上面是带有 SN 序列号的。咱们再打开右边的盒子里面再看一下，这是电源的一个线材，先看一下插头的位置有没有烧黑的印记，只要通过电多少会留下黑色的印记。首先厂家是不会用这个东西检测的，他们有专门测试电脑的数据线。因为从2017年入行，对于笔记本的验机环节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也算是作为一个商家的身份以及博主的身份，给大家分享验机的教程。其实分享这个东西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验机教程，它更像一支指路的明灯，为一些兄弟们同学们照亮选购笔记本的道路，预防被骗。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只不过说做了一个公司对于消费者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个人内心并不会觉得很自豪，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让更多人知道怎么验机，怎么才能证明是不是全新的。咱们再来看一下电源这个地方，电源呢是一个塑封的，也可以细致的看一下有没有划伤之类的。虽然是配件，我觉得这么贵的电脑还是有必要看一下的。这个电源给的是一个240瓦的电源，大概呢也可以看一下塑封处，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被揭开的痕迹。打开看一下，非常完美，没有2次重叠的印记。接下来咱们就是掏出电脑白色无纺布进行检查一下电脑的外观部分有没有划伤之类的，最好就是在有灯光的地方进行开箱验机，没有条件的也可以用手电筒进行查看一下。咱们再来看一下笔记本的右侧，一排接口方面有没有划伤的地方，气质的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屁股后面呢也需要看一下，然后左侧呢也是需要看一下的，左侧的接口是最多的，多少还是要仔细一点。最后咱们就是看一下电脑地壳，那这个地方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最好也看一下。检查完成之后，咱们就开始打开电脑的盖子进行查看了。然后打开 A 面，可以看一下中间是一个白色的无纺布，可以先不用管它，先拿掉。咱们看一下屏幕方面有没有划伤之类的，因为无纺布多少有点小毛毛，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厂家的车间以及仓库都不是无尘的，这个呢不需要担心。主要就是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划伤，那剩下的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C 面的，就是键盘部分有没有划伤的地方，也可以细致的看一下。咱们再试试触摸板有没有异常，测试一下按压正常不正常。剩下的咱们也可以试试电源键，按一下会不会开机，因为原厂自带有运输模式的，不插电源是不能开机的。剩下的咱们就开始给电脑通电了。大家可以看到，给电脑通电完成之后，指示灯已经显示了，插好电源开始通电。咱们直接看一下开机键，新机器开机时间是非常长的，需要自动显示2次，所以收到货遇到这种情况不需要慌，很正常的，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差不多有个1到2分钟时间，第一次开机。然后开机之后就会显示 Win11小娜界面，那这个时候有很多兄弟都问了，那怎么跳过 Win11联网呢？ OK， 今天高高教给大家怎么去跳过联网。第一呢，选择中国，一直选择是。一直选择是就可以了，一直到联网界面时，此时呢不能跳过联网，咱们就可以摁住 Shift 的加 F10，此时会弹出一个命令窗口，输入 oobe_PASSNRO.cmd， 然后呢此时点击回车，电脑会自动重启。那这个时候就等待电脑重启，开机进去系统重启完成，再次显示 Win11小娜界面，一直点击回车。那这个时候呢，联网界面时会多出一个选项，显示我没有什么连接。那点击呢，点击继续执行，再点击接受。那这个时候呢，随便设置一个名称，点击下一步，最好是英文的，不要设置中文。密码就看自己的了，我是没有设置，直接下一步了，后面就一直回车，下一步就可以了。完成之后，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跳过 Win11联网了。因为很多电子产品联网激活后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是不支持退换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验好机才做决定，并不是说你电脑是全新原封未开封的了，你已经安全下车了。如果厂家给你的散热没有做好，或者一些隐藏的毛病，后面再找商家理论是解释不清楚的。因为能考虑到7、8千购买一台电脑，想必这类人群一定不是非常在乎几十块钱、100块钱的折扣，而更看重的是品质和保障，以及全新原封未开封。毕竟无论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大家都不想当接盘侠，所以在所有平台购买还是要先验货为主。然后进去电脑，咱们先点击鼠标个性化，点击主题，再点击图标显示，把计算机控制面板调节出来，然后点击控制面板卸载程序，先把麦克飞给卸载了，不然呢后续是非常麻烦的，会把你的土霸工具箱当病毒给杀死。那这个稍微就比较慢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卸载稍微慢一点。那进入电脑桌面时，咱们可以准备好一个 U 盘，提前下载好土霸工具箱，复制到电脑上进行安装。咱们先核对一下电脑的配置，首先 CPU 是13代的 CPU i9-13980X CPU， 内存是三星的16G 内存，显卡是 RDX4060 的显卡，硬盘是1T 的7速 SM560， 软卡是 H201。 OK， 配置方面没有问题，核对完成。剩下的咱们就看一下固态的时间了，很多人还是以这个为主的。然后咱们可以看到固态时间显示2个小时，充电次数呢20次，这是全新的吗？可以说时间确实很小，但是还真不一定。最权威的还是查询电池记录。咱们可以看到2024年1月23号到1月30号有一次通电记录，其他的没有任何的通电记录。咱们也可以根据箱子上的 SN 序列号进行查询检测，核对生产日期。剩下的咱们就可以测试咱们的机器了，屏幕有没有坏点之类的，每个颜色画面都进行一下切换，检查一下有没有坏点之类的。测试完成，没有坏点，咱们就开始下一步了。然后剩下就是测试一下散热方面了，进行单烤和双烤，看一下散热到底怎么样。那野兽模式下单烤的噪音50分贝，咱们再进行一下双烤一下，也就是49、50分贝。咱们再来看一下功耗方面，然后 GPU 功耗呢是100瓦，温度呢82度，然后 CPU 功耗呢是55瓦，温度呢87度，非常正常，没有问题。
散热呢也没有问题，屏幕也没有问题，电池记录也没有问题，可以说非常完美。这就是全新原封未开封的了，到这一步就已经安全下车了。剩下的咱们就可以进行拆机升级固态硬盘了。咱们进行拆机一下，螺丝都分清楚，千万别乱了。天选的螺丝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咱们慢慢的划开。可以说天选的机器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好操作的，毕竟从第一代我拆过的这个机器不低于上千台了。拆开之后，咱们可以看到插进去一个内存，旁边还有一个多一个硬盘位，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个固态硬盘。装好之后，先不着急上螺丝，咱们先测试一下能不能开机。可以看到升级到32G 内存了。咱们再来看一下硬盘方面，也显示了，到这里就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咱们可以上螺丝。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兄弟们，有需要购买天选全系列的，也可以到我们淘宝店铺。我们淘宝店铺在淘宝的首页搜高高电脑评测，兄弟们是评测不是测评哦。也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跳转到我们淘宝店铺进行咨询购买。我们提供全套的优化方案。天选5 Pro 是全国联保2年，全球1年，咱们支持验机、电池记录、固态时间、烤机测试。需要的话下单找客服备注即可。需要升级内存、固态之类的，也可以联系客服进行咨询各种品牌以及怎么搭配合理的方案。下单呢送18寸的双肩包、大手表垫，以及我们店铺5年的一个保养服务，清洁、清灰、换相片均为免费。从此杜绝去当地服务中心遇到乱收费的情况，咱们均为免费维护。有需要的兄弟们，快来咨询吧。